買下268間公寓，劉强東要做包租公了。7月6日，一則公告将劉强東再次推上了地產圈的頭條。公告顯示，京東集團將以 7.5 億港元收購一棟位於香港油麻地的酒店。交易完成後，原業主負責將酒店改成學生公寓，繼續運營，並且承諾每年向京東上交不低於4500萬港元的利潤。換言之，劉強東花了 7.5 億港元給京東買了一份年化收益 6% 的理財產品。對比香港寫字樓淨租金回報率普遍只有 3%， 劉強東這筆交易不僅拿到了 6% 的超額回報，更關鍵是他還不承擔空置風險，將長租市場的波動風險轉移給了出租方，京東只管躺着抽錢。一向以實業為重的劉強東怎麼突然間想做包租公了？核心原因大概率是京東主業真的不挣錢。2025年財報顯示，京東總營收達 1.31 萬億元，但是規模淨利潤只有 27.9 億元，淨利潤率僅為 0.21%。這意味着京東辛辛苦苦發動70萬員工通宵達旦的加班，賣掉上萬億的商品，投送無數個包裹，最終賺到利潤率還不如油麻地那棟學生公寓給劉強東提供的6%保底收益的1/30。你是刘强東，你会怎麼選？其實早在2024年，劉強東便開始偷偷投資房地產了。先是花18億港元買下了香港一處物流中心作為京東出海的據點，後砸35億港元拿下香港核心地區中環一棟頂級寫字樓的50%股權，作為京東海外總部。進入今年，劉強東出手更是頻繁，連續在北京、南京、杭州、宿迁等地拿下多個地塊，總投資額逾200億元。與出手闊綽的地產投資相比，京東的現金流就有點相形見絀了。自由現金流從437億元暴跌至65億元，減少超80%。更緊迫的是，京東的造血能力還在下降。無論是外賣大戰、即時零售，還是投資 DeepSeek 自研機器人搞 AI 大模型，京東遲遲掃不到第二增長曲線。以外賣大戰為例，京東看似來勢洶洶，實則為別人做了嫁衣。2025年2月，京東率先宣布不做幽靈外賣，又說要給所有骑手交5險1金。一段劉强東請騎手喝酒的視頻更是霸榜熱搜多日，結果卻不盡如人意。2025年，京東在新業務板塊上燒了466億元，年底一算賬，京東外賣僅占市場份額的 7%， 反倒是淘寶閃購異軍突起，市占率從 20% 多增長到了 40% 多，快與美團平起平坐了。阿里內部興奮地表示，這場大戰打的是今年還要繼續猛攻即時零售，400多億元的付出僅換來 7% 的市場份額。你可以說東哥仗義為騎手交社保負擔太重，但在資本市場看來，這就是打了一場敗仗。京東市值已經從外賣大戰開啟之初的600億美元的高點下滑到了370億元左右，接近腰斬。某投行甚至表示，京東的股價是價值陷阱，看似很低，值得入手，但是很可能還沒有見底，仍需等待。近在眼前的外賣大戰，即时零售暫且如此，更別說遠在天邊的 DeepSeek 機器人物流自研 AI 大模型这新業務了。面對新業務的巨額失血與主業利潤的微薄，劉強東的應對不僅是向外買樓防守，更是向內鐵腕削藩。進入2026年，京東體系內也有至少7位業務線核心高管離場、轉崗或者被移出核心管理序列。從酒旅、全站雲等邊緣創新業務到物流、工業等核心板塊，曾經手握重權、習慣了靠燒錢換規模的封疆大吏們接連退居二線。這場橫跨多板塊的人事大地震，本質上是劉強東對全集團利潤目標的統一對齊，也是決策權的收攏。既然放權換不來第二增長曲線，把業務收回自己手中，果斷卡掉持續失血的非核心業務，就成了當下止损最快的方式。不再對高管談兄弟情分的劉強東，現在只認財務報表上的確定性。當下劉強東最緊迫的是為以東創造確定性，多分紅提振信心。那麼什麼資產的確定性最高？基督山伯爵認為是土地。小說中有橋段形容吉鲁人家是冒着蒸汽的火車，看似龐大，其實只有車頭是真的，其他全是一吹就散的蒸汽。而地主占有的土地，無論滄海桑田，永遠是看得見摸得着，能長出莊稼的，能收租的稀缺硬通貨。香港麻油地的公寓，中環核心區的寫字樓，杭州錢江的 Mail， 北京亦莊總部，南京建業的研發中心，這些重資產似乎為京東構建了一套雙贏的局面。對內，這些資產作為業務基礎設施，能夠實打實壓低長期租賃的成本，與物流、總部等發揮規模效應。對外，香港公寓、寫字樓的保底租金為離岸資金提供了一個旱澇保收的避險天堂，同時股東分紅也得到了保障。今年3月，京東剛完成總額約14億美元的年度息股派發，劉強東個人分得約1億美元。然而，商業市場沒有完美的雙贏，劉強東構建的這些龐大的重資產要塞，代價是徹底鎖死了資金的流動性。萬一電商主業遭遇更慘烈的價格戰，這些磚頭是無法在3天內變現救火的。正因如此，這筆賬多了一層風險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劉強東大舉在香港樓市掃貨之際，另一位周期之王李嘉誠正拼命拋售全球重資產，大肆回籠現金。長實、長安和系在短短2年內囤積的現金已經超過3000億港元。所以，劉强東在此刻大舉购入重資產，究竟是抄底還是高位站崗，仍需時間給出答案。